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输了100多万了，我的全副身家都栽在里面了。Oh my god！ 我阿爺又打壓，我以後都唔買中概股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七爸爸张志云，今天会跟大家分享3个不同的方法来预测股市是不是见底，何时见底啊？这3个方法分别是基本层面、心理层面和资金层面，而且呢，如果我们用3个一起来用的话，会大量的提升我们的准确度。最好的是这3个方法都是简单、容易明白，你和我都能做到，提升我们的回报啊！顺带一提，在这个频道里面，我会经常分享我用了28年总结出来的投资心得，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不会错过任何有用的信息了。如果你对其他的股票或者课题也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留言。有足够的人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拍一个视频来解答大家的。回到今天主题了啊，今天的恒生指数是涨了600多点，很好啊。但是在这个之前呢，恒生指数是跌到了23000多点，很多的股民都是绝望了啊。那到底这一次是短暂的反弹，还是真正的到了底啊？我们可以捞底的时候呢，今天给大家3个层次去看股票市场何时可以捞底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的是基本层面，一般来说是看国家的经济啦、企业的盈利啦。2021年的下半年在投资市场里面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啊，病毒的变种啦、内房股的债券危机啦、不同的行业政策的监管啦、反垄断啦、中概股要退市啦，等等啊。但是总结来说呢，是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啊，我们要相信政府和央行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不会坐视不理，让灾难去变得更糟糕啊！所以呢，一般来说啊，他们会有一些措施出来救市啊。当然，当我们看到这些措施出来之后，其实这股价已经反弹了很多了。所以我们要及时在他们措施出来之前就要有信心啊！给大家一个例子，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香港，当时香港呢，人是很悲观的，经济是很差的，因为我们经历了亚洲的金融风暴啊，科网股的爆破，还有911啊，后来还有非典啊。到了7月份的时候，香港经济是实在是非常差，楼价也从97年的最高位跌了70%，大多数的香港有楼的人都做了负资产，倒欠银行几百万啊，所以当时经济是很差的啊。结果我就是把握了这个机会，用了当时的50万资金，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第一桶买楼的资金，后来做到年买层楼啊。到了2019年的时候，买了超过30多个楼啊。那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呢？后来证实验证了政府不会坐视不理的啊。所谓后来的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啊，来了 CEPA 啊、自由行啊、专业人才的这个移民啊等等，让香港的经济呢是活起来了啊。那我们再看看，在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，美国和欧洲也开始了他们的量化宽松。到了2020年的3月份，新冠疫情开始了之后，各国央行也是加大了他们的量化宽松，造就了2020年3月份之后的一个大牛市啊。所以大家要记得一点，当经济是最差的时候，可能也是投资股票最好的时候，因为股票市场是走先实体的经济的。OK， 那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了，这个我看来可能是在黑暗里面的曙光出现的机会到来了。那好了，第2个层面呢，是在心理的层面啊。我记得呢，在08年的时候，有个著名的股评人啊，青姐啊，在汇丰跌到了32块楼下的时候呢，他在电视上也流泪哭了啊。最近他又说了，香港股票他开始放弃了，要转到美股去了啊。那青姐大家知道，在08年哭过之后，汇丰银行的股价也到了底啊，开始反弹了。之后2012年之后，因为其他的原因，在
再开始跌下来啊。这我在另外的视频里面有给大家讲解过，在这里不重复了。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在08年清简流泪的时候，也是到了见底的时候啊。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？有个著名的投资者叫邓普顿，他曾经说过，当大家是绝对的悲观的时候 ，maximum pessimism， 也就是买股票最好的时候。因为在这个时候，谁都不敢买，谁都心里恐惧，没有人买的时候，股价自然会低，分母少了。一旦反弹的时候，我们的回报也会高很多啊。好了，到了第3点，就是资本的层面了啊。资本层面呢，我有3个层面去观看是不是一个买入点。第一点，当看好的人，他们的资金已经老早放到了股票市场里面，被套住了，没钱再买了啊。第二点，有钱的人不敢买了啊，还有钱在手里面的，因为看到股价跌了这么多，买的人都死掉，就不敢买了啊。第3点的人呢，是还有钱的，也可能觉得便宜的，但是他们贪心，还要等到更低，因为到现在为止股价不断在往下跌，他们还要再等低一点，再等低一点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想买的没钱买啊，有钱的不敢买，或者是还在贪，还在等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经常会发生屋漏偏逢连玉叶啊，也就是祸不单行啊。之前可能是借了很多钱的人啊，这些margin 借了 margin 去买股票的人呢，要平仓了，因为股价跌了很多之后，证券行要他们补钱或者是涨他们的 margin 了。也有很多的衍生工具，在这个时候股价跌了很多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卖出来平仓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增加了卖盘，买的人不敢买，卖的人，特别是这些斩仓盘了啊，卖出来的时候是不看价钱的，只要套现，只要把现金拿回来，不看价钱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股价会直接的 free fall 啊，跌得很急的啊。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就是2020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我为什么看到那个时候成功捞底，看到那时候到底呢？因为很多人以前是借了钱去买 REIT 房地产信托，因为他们相信房地产信托是一个低风险、很安全的、派股息又高的一些投资产品啊，所以很多人啊，在私人银行也好，不同途径也好，借了可能是1%到2%的利息的一些债，去买可能是派发5%到6%的股息的 REIT 啊。但是呢，当2020年新冠疫情来的时候，大家开始恐慌了啊，可能是 work from home， 可能是要 MCO 不出街了啊，有行动的限制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房地产开始跌了，房地产的 REIT 也开始跌了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呢也是被迫的要斩仓，要平仓啊。以前借了钱，杠杆大了，买大了1倍2倍的股票的时候要放了啊。所以当我看到连这么安全的 REIT 也开始 free fall 的时候，这就代表了到第3点，资金的撤离啊，买盘出现没有人接货的时候啊，资金层面告诉我也是股票市场到底了。所以我成功的在2020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准确的捞到底之后，买到了很多涨了1到2倍的股票啊，非常开心，对吧？所以总结一下啊，成功的投资者要做到低买高估，所以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股市的低点入场，这个分母小的时候一旦回涨的话，我们的回报会是非常的高了啊。所以今天给大家了3个层面去分析股票市场何时到底啊。第一个是基本因素啊，在经济最差的时候啊，大家要保持信心，可能离黎明不远了啊。因为股票市场是领先实体经济的。第二点，在心理方面，当大家普罗大众都是最悲观、最绝望的时候，可能也是股票市场到底了。第3点就是当资金买的资金没了，要抛售的资金要钱不要货，什么价格都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是离底不远了。那最后呢，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啊，没有一个预测是可以100%的准确或者确定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了今天7爸爸的方法，哇，一看到这个信号啊 ，all in， 还有借了钱去 all in， 这是非常危险的啊。任何一个预测，如果能够做到60%的准确度，已经是非常好了。所以记得要做好风险管理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给大家这3个不同层面的工具，
一起来用的话，每一个准确度60%，加在一起，如果同时可以看到见底的信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准确度可能提升到70%到80%，好吧？所以呢，预祝大家成功捞底，做到低买高估，提升回报啊！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实用有价值的话，那记得呢立即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啊，并且点赞留言分享这个视频，有你的鼓励，我会做更多的创作。我衷心祝福点赞分享的朋友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大钱。我们下条视频再见。Alan 啊，我告诉你哦，现在千万不要在香港买楼哦。你刚从美国回来，不知道香港现在完蛋了。现在香港经济这么差，这么多买的楼的人都做负资产了，千万不能再买楼啊。